多一个。好烦哦，这种话真的不要再讲。我们真的是一起去玩那2天1夜的，就在一起了。你们是先有爱才有性。旁边有朋友说，surprise， 我说好气，你好气！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刚讲这个，我起鸡皮疙瘩，太恶心了。按订阅不用钱啦。大家好，我是秋。我是小佑。今天我邀请到树人小佑来聊聊他的感情观。大家还记得上一集吧？他是个热辣除毛师，是我长期在配合的朋友。除毛过程中突然聊到他的感情，我就吓到。据说你有个男友，然后已经在一起了3年了，然后又是个远距离，我就非常的非常的好奇。圈子里面要谈感情很不容易，光是近距离就已经算蛮难的一件事情，可能1年就已经很厉害，甚至你是到了3年，所以我就想聊聊看你的感情观跟他相处的方法。那请问你们一开始是怎么样认识的呢？其实我们2个是因为有共同点才认识的。雨点吗？不是，这大家都有的。就共同点的位置不太一样，一个可能在上面，一个可能在下面。哦，我之前不是当过职军吗？嗯，我男朋友是职军，现在是职军，现在。所以是你退伍后8年遇到这一位，然后他说他现在在职军。对，就是我们是脸书好友，我也不知道哪一点哪根筋不对，在脸书上滑，然后就滑，这个长得好像蛮不错的，吸引你，然后就丢个讯息聊天，然后后来看到，他也是海军而且是现任，所以你是海军以前比较特别的海军，不是上船的，管飞机。哦，管飞机是海军。高雄你常会看到直升机飞来飞去，那个就是海军的直升机。就聊天说，你在哪个单位？你也在当职军？又给我装水，没有，开玩笑。好，势必一定要稍微破冰打个招呼。破冰，你们又不是吵架，破什么冰？有一个共同话题啦。对，那他怎么回你呢？他说还蛮意外，我会跟他聊天，一直有好友，但是都不聊天。他都会有一个点，就会说我不敢敲你，很多人都会敲你吧？这么帅，每天很多人都好烦哦！这种话真的不要再讲。你是很困扰是不是？这种话就好像在捧你，本身听了就觉得没有很舒服啊，也不是酸，就只是觉得你一定很多人追求你。对啊，然后我就说你最近来台北怎么不找？他说你应该很忙吧。不要在绿色立场的先生，绿色立场就不要给我想谈恋爱。可以直接问说最近忙吗？不用说你很忙吧。聊海军之后呢，就只是聊天而已。可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竟然参加他朋友办的2天1夜活动。他朋友办的，而且你们不知道彼此在吗？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是他的朋友办的，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去。他本人问你要不要去？对，我就说好像可以啦。我想说我也想去。他还问你，好妙哦！怎么会找不认识的人，更何况是连友？已经聊了一段时间了。那也不太可能啊。好啦，可能彼此有可能一点点，就本人差超多。没有，还硬要撑过3天，开玩笑的啦。可是重点是我们真的是一起去玩那2天1夜的，就在一起了。对，决定的。其实，在那之前，我们聊天已经聊到，觉得聊到妈妈的名字，就是超熟，就是其实好像可以再更进一步。当时在他朋友的逼迫下，喝完酒之后，他朋友就狂问，所以你们是在一起吗？不然怎么会一起来玩呢？好命！他说第一次碰面就出来玩2天。对啊，那2天1夜有干嘛吗？还马上融入朋友的角色，因为我们是一间8个人住，但是我们2个一张床。对啊，我一张床也没盖下去，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没有啦，我讲的好像我在场一样。他们有第一次碰面就一起洗澡吗？好像没有。开玩笑，认这个屁！我只是在回想。那你们认识多久之后才？几个月吧，3个月。才多人运，才没有多人运动，才运动呢。大概是聊了4个月吧。你们是先有爱才有性，你不怕就是没有先试车很害怕吗？我个人觉得我是不怕遇到不好的司机啊，我对开车技术这样讲对吗？我是2个撞号啊，怎么可能？1号撞1号嘛，我是不排斥跟1号交往。那你跟他相处这3年以来，有发生哪些事情吗？他喜欢给所谓的惊喜，怎么样的惊喜？突然出现在你家门口？没有，就例如说某一年我生日，然后他就说他有事不能来台北，我就说没关系，我就说我跟我好朋友一起庆祝。因为喝酒喝到一半，我想说，今天他不在耶，我可以很开心的喝酒喝到一半，我就看到门口有一个人走进来，咦，我看错了吗？你不是在高雄？好像我会做的事情哦。旁边有朋友说，surprise， 我说好气，你好气！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我第一句就说，你不是说你不来？我第一句话是骂他，他就说，怎么我来你不开心吗？我说你可以跟我讲。你觉得是惊喜，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惊吓。如果我今天喝多了，我去抱别人的时候，你刚好看到，那不是很尴尬吗？那也是惊喜啊。反正我就是，然后我觉得他赶完之前就已经要先不用怕了啦。那我想请问你这3年以来有没有跟他吵过最大一次架是什么？其实也没有吵，就有点像是他不高兴，但是也不到吵架，没有到分手。没有，你这3年没谈过分手。我感情里面有一大地雷，绝对不能提分手，你提分手那就是没了。有些人很爱把分手挂嘴
嘴边，因为他们就觉得他好像在占优势，他们就是情人，然后会觉得高高在上，然后如果你没有顺着他，他就觉得你干嘛高高在上，但殊不知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感情里面有些人爱讲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自私？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他本身自私才会觉得你怎么那么自私，他本身这个头开始的，因为两人彼此怎么会觉得对方自私？那就是你自己本身就自私啦，自己的出发点就有问题。可是我现在的感情观就是，你如果对我有不满、有怨言，我欢迎你讲出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去沟通。你不要自己在那边不爽，然后死不讲，说怎么了？我没事，我没事，然后就一直在自己生闷气。很多人这样子，然后就想要你聊，然后就说就是个大公主。再说一次，没事。没事哦，好，都没事 ，OK。那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件事情哦。对啊。如果你之后跟我不要再提了，我说你再跟我好讨厌，你再跟我事后讲的话，我不会理你。很多公主当下要跟你沟通，你不沟通，对啊，然后事后才会说，上次我不高兴，你为什么安慰我，不怎样，我就说，对啊，你就说没事，然后三不五时就会拿分手挂嘴边啊。他说没有，只是讲讲，分手没有只是讲讲，就表示我们的感情也对你来讲也只是讲讲。还有，我觉得我不会吵架，是因为我从以前的感情中，我学会了你在生气的当下，讲太多都没有，对啊，一定会讲出难听的话、后悔的话，然后事后还会再跟你说，我就是小朋友啦，谢谢你包容我，这不是台阶，我就是小朋友，所以你以后还是要继续这样子哦。其实我们好像有彼此不满过，感情一定会不满对方的啦。但是我会避开发生冲突的可能，我会过一段时间，1天2天，等大家彼此都冷静一点的时候，传讯息说今天怎么了。因为我觉得爱最简单就是互相彼此信任，然后也不需要太多包装，还有沟通。以前的我还会，我觉得你怎样，没有从对方亲口说出来之前，都不是真的，因为你自己想太多都没有用啊，这个不是他真的想法。刚刚请问你们这3年来远距有什么造成你们的困扰吗？觉得我们现在这年纪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好好的，你这年纪就是该工作上要冲刺，那你就是工作好好的做啊。感情这种东西，彼此对彼此都放心，这样是好的就好，因为情绪稳钱才会进来。而且我觉得限制对方、担心对方，我觉得都没有用，因为人是很犯贱的动物，你越限制。他们越想要做。我这有一任，他甚至连我的脸书、IG 他都有账号密码，然后我后来就是想尽办法，我说你再怎么样阻拦我，我也可以用其他东西约啊，我可以用 PPT 啊，只要有新任何平台、任何不要在那边，你甚至连在路边可能就可以搭讪别人。我真心觉得把爱情当第一顺位的都是奢侈的。以前的我或许就是以前小时候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根本不可能。有回答到问题吗？就是说不常碰面啊。很多人知道我远距离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都没有需求。需求有什么重点？你感情在一起又不是为了需求在一起。我就觉得这感情说远距离，第一个就想到性事没办法满足对方。说你是太闲是不是？一天到晚想性事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自己的生理需求，你该自己去解决，不是期望对方去帮你解决。我觉得远距离就会有点就是没有摩擦是好事，而且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人再怎么样都真的需要自己的空间。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有些负能量，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让自己跟自己独处。如果你今天明明就想要冷静，就有对方跑来找你，你也不可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今天可以很累，然后他就会觉得你在情了，他就觉得为什么我都已经播放你过来了，对，然后就好，就吵架，然后他就会说，我都愿意为了你做这么一切，然后你怎么不会愿意花一点时间才见一下而已？所以我觉得远距离的人，只要没有其中一方不安全感或任性的话，其实真的不太会吵架，因为你没有时间吵，你连相处碰面时间都是很稀有了，你会去很珍惜相处跟碰面时间，反而你不会想要去吵架或找对方忙。我珍惜对方给你的爱，或是他在一些小细节，你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爱我？所以3不5时可能看到一些跟你有关的东西，就会传给你看，就觉得哇，他在想我，就是这种感觉，我就很珍惜这种 feel。最常就是朋友说，你男朋友那么爱你，我说。我知道。干你什么事啊？我说我什么事啊？有些人甚至在爱情里面，因为他很自卑，他就会想要用比较的方式去证明你对他的爱，他会故意去跟某一些人，然后让你吃醋，然后让你去跟着其他人吵架，也是很可怕的有毒的关系。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不行。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人，他就是3不5时会找 A、找 B、找 C， 然后就说我就下去找他们，然后故意让你去说，他都怎么样怎么样，故意让你去跟他朋友吵架吗？对，我今天跟小优出去然后就说，小优都怎么样，然后就好像跟你有暧昧关系。你说故意做一些让对方吃醋，让对方故意让我讨厌一个人，他就觉得你好爱他。但是我觉得爱是不需要去证明的，因为有些人爱真的很扭曲，他会需要去用好事的方法，然后去证明。你刚讲这个，我起鸡皮疙瘩，太恶心了。然后觉得我就是很爱你付出一切这样对你，我就想见你一下，为什么都不见我？好像蛮多有问题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因为苍蝇都不觉得他自己是苍蝇。看病了吗？看病了吗？不行啊！如果你说他是苍蝇，没有，我只是举例而已啊。我没有说他是苍蝇好吗？我是说苍蝇不觉得他是苍蝇，我没有说他是苍蝇。你不能这样子，就是与人在吵架。这世界上扭曲耐心可多的呢。那我们讲到最后，我觉得大家最想要知道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们继续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他教到不会吵不会闹，讲教太刻意，就是他知道他做什么事情我会不高兴，
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他会不高兴，对，或者是我会让他知道我的状况，尽量让他放心。相对他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他有不安全感的时候，他还会讲出来。我懂，这是重点之一。你的志愿完全不是为了要情绪勒索，是你自己想要而去做的。因为有时候你的志愿到最后久了之后，你可能没讲，他就说你怎么之前没讲，就请了你，就变得好像变成是义务。但是我觉得这些志愿事情不该是义务啊。就是当你真的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会主动自发内心的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变成义务。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见点就是，爱最单纯的就是爱，不需要任何包装，你不需要用任何的东西去争取或是去考试，因为有些人的爱就是这样子。不要享受考验对方，去试探，这也很可怕。真的不要，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但他会觉得你为你都不够多，或是他觉得太宠爱你，但是这些都没有必要。为什么他觉得怕对方太宠爱你？怕对方太宠爱，我觉得接受的那一方要适时的表达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做到这样，不需要特别再去花钱或者是做什么来表达。我觉得这有时候太多余。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我够爱你，所以他就要演得很爱你，然后越演越夸张，越演越drama，你就要陪他演完这场戏，然后让身边人都觉得哇，他真的很爱你。但殊不知爱的人是谁？你是要演给谁看？他就演给自己看，但他不觉得他在演戏。我觉得爱最重要就是不要去害怕你失去他，因为你只要一害怕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爱就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没有你上我下，没有觉得你好像高高在上一样，好好的珍惜彼此就好了。因为我最怕的关系就是不管跟谁都一样，你不能去害怕人家讨厌你或什么，因为你去害怕你就不是自己的啊。会是你的就是你的。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都要心惊胆跳，那这个人不适合你。而且没有一段关系是不会结束的，对，有时候就干脆就放着就算了吧，也没差。对啊，把握当下吧，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就好了。好啦，像小雷妹就在左上角有小优的 IG 可以收，拜拜。大家如果有知道什么需要可以找他，拜拜。